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闭环 Beta TCX 如何重塑运动记忆。该研究发表于 Nature Communications， 是一项重要的同行评审成果。研究旨在验证闭环 TCX 能否增强运动记忆保留。该方法采用行为驱动闭环，避开脑电延迟。它利用运动传感器触发精准的短促电刺激。研究试图建立神经节律与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。闭环刺激仅在运动终止瞬间施加，实现精准干预。该成果对神经调控和运动康复具有重要意义。论文作为开放获取成果，可供全球同行查阅验证。运动时贝塔频段能量下降，称为事件相关去同步。该去同步阶段解除运动抑制，让动作得以发生。运动终止后，贝塔能量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峰值，这个反弹标志运动状态重置与当前计划巩固。波形图示去同步振幅低，同步形成粉红高峰，时间轴从0到 2.5 秒，精确标定2阶段起止。这2个阶段共同构成运动相关的贝塔频段动态。精准捕捉同步窗口是闭环调控成功的关键前提。帕金森病及脑卒中患者运动障碍与贝塔 ERS 减弱相关。临床观察表明，康复程度越好，贝塔 ERS 恢复就越明显。但更强的贝塔 ERS 是运动改善的副产品还是直接原因？过去研究只能确认相关性，无法建立因果链条。研究者假设精准增强运动后，贝塔 ERS 可直接提升运动记忆保留。这种增强应直接提升运动记忆的长期保留能力。研究采用闭环 TACS 技术来验证该因果链条。若假设成立，将为神经调控提供新的精准靶点。传统开环 TACS 通常持续20到30分钟，无视大脑动态状态，它就像在嘈杂房间里盲目播放音乐，效果极不稳定。本研究采用闭环状态依赖刺激，精准捕捉大脑自发状态，仅在运动结束瞬间给予短促电刺激，顺势放大神经可塑性。这一范式从盲目轰炸转向了伺机而动的理念。闭环方式在时间上精确匹配了神经活动的关键窗口，这使得刺激能量集中在最有需要的阶段，避免无效干扰。闭环刺激为神经调控提供了高效且精准的全新路径。行为驱动闭环采用佩戴式运动传感器替代脑电解码。传感器实时捕捉手腕的物理运动轨迹，算法从轨迹中锁定运动终止的精确时刻，以该物理瞬间为标记，零延迟触发 TACS。 传统脑电闭环常因高延迟与尾影难以实用。行为驱动避开了这些计算瓶颈与技术短板。系统仅需一个便携式运动传感器与简易头戴，这使闭环调控可走进患者的家庭康复场景。系统由物理空间、数字中枢和神经空间3层构成。物理空间使用 KineArm 机械臂和 VIV 追踪器，以90赫兹采样率捕捉3维运动轨迹。数字中枢内运行 C++ 程序，通过 TCP/IP 协议实时处理数据。当传感器进入目标区域并停留超过150毫秒，系统判定为运动终止点 T1， 这一瞬间触发信号立即发送至神经空间。神经空间的 StarSteam8 设备释放20赫兹的短促交流电刺激，整个链路实现了从物理行为到神经干预的毫秒级闭环。这种架构兼顾了精度与实时性，为后续实验奠定了基础。该研究设计了视觉运动适应任务。实验包含3个明确的阶段。练习期进行14次无力场熟悉测试，适应期施加动态变化的侧向力场扰动，力场强度从0到9逐级变化再返回，共392次核心测试构成训练主体。TACS 刺激仅在适应期介入神经调控，保持期无视觉反馈用于验证记忆留存。早期、晚期与假刺激构成3种对比条件。早期刺激在运动终止零延迟触发，持续2秒。晚期刺激延时 2.5 秒后触发，同样持续2秒。假刺激仅 0.1 秒短脉冲，控制组排除安慰剂。时序图中，早期刺激橙色条块覆盖 ERS 峰值，晚期刺激的紫色条块位于 ERS 峰值之后。假刺激只有一条细线，几乎不干扰脑电活动。这种对比分离出精确时间窗口的因果作用。3种刺激条件对比明确揭示了贝塔响应的差异。早期刺激在视频图上呈现深红色功率增强区，晚期刺激与假刺激的红色区域则明显更弱。脑电地形图显示，早期刺激成功激活了左感觉运动皮层，此靶点位于 C3 电极位置，是运动记忆的关键脑区。
所有结果均源自排除电刺激为影的纯净 EEG 数据，这验证了闭环 β TACS 对神经活动的精确调控能力。早期刺激在0到2秒显著 ，P 值等于 0.013； 晚期刺激在 2.5 到 4.5 秒显著 ，P 值等于 0.005。运动执行期的贝塔去同步化未受影响，贝叶斯因子 BF01 高达20以上，这提供了无显著差异的强证据。基线脑电功率在刺激前后保持稳定，这表明调控是高度状态依赖的闭环。TACS 精准增强了特定时间窗口的神经活动。传统连续刺激依赖加代，停止后效果迅速衰减。本研究仅用2秒短促刺激产生离线效应，这种刺激叠加于反弹期，更符合突触可塑性。它强化了皮层与皮层下的运动网络通路，而非单纯频率劫持的神经加代效应。这解释了短时刺激为何能长效巩固记忆。机制从被动跟随跃迁为主动重塑运动记忆，这正是短促爆发刺激的核心优势所在。折线图记录了392次测试的侧向偏差，立场级别依次按0369630循环，3条彩线分别代表早期、晚期和假刺激条件。随立场逐级施加，轨迹剧烈偏离并逐渐回归。表面看，所有组别都成功学会了抵抗立场，但学习速度与记忆留存度是否一致存疑。仅凭轨迹曲线无法区分组间潜在差异，这需要引入双状态数学模型做深度解码。为了解码运动学习的内部结构，该研究使用了双状态数学模型。总运动输出被分解为快过程与慢过程之和，快过程负责快速适应，但立场撤销后记忆迅速消散；慢过程则缓慢适应，能够长期巩固运动模式。慢速保持率是评估康复效果的核心金标准。这一模型将行为轨迹拆解为2个独立又互补的子系统，它揭示了表面相似的学习表现背后可能完全不同的巩固机制。后续分析正是利用该模型对每位受试者的数据进行分解。闭环贝塔刺激显著提升了慢速保持率，早期和晚期刺激的 P 值均为 0.009， 两组受试者的运动记忆保留远超假刺激组。这种增强具有高度特异性，仅作用于慢速过程，快过程参数如适应速率、快速保留均无显著变化。刺激并未影响学习速度或快速记忆的形成。闭环刺激精准切入记忆，巩固这一单一环节。数学模型的分解揭示了神经调控的精确靶点。保持阶段系统撤销了立场，并关闭了视觉反馈。受试者完全依靠本体感觉进行盲摸测试，他们刚刚形成的肌肉记忆得到独立检验。早期刺激组展现出更深的运动模式保留，统计显著性达到 P 值 0.035 的水平。这一结果与数学模型预测达到完美吻合。真实世界的物理数据直接验证了调控有效性，神经调控的行为效果得到了物理层面的确证。闭环因果链条以物理触发为起点，传感器精准锁定运动终止那一瞬间，随后闭环刺激在 M1 区释放2秒脉冲。这一脉冲触发了突触可塑性机制，运动后的贝塔 ERS 窗口被显著放大。计算模型显示慢速保持率随之增加，运动记忆因此得到更深层的固化。研究首次确立了贝塔 ERS 与记忆保留的直接因果。传统脑电闭环与开环刺激依赖复杂实验室环境，30分钟持续电刺激对帕金森患者负担极重。本研究的有效刺激时间仅有约 8.7 分钟。系统摒弃了实时脑电解码与大量微影干扰，仅需100元级穿戴式运动传感器与便携头带。轻量化方案可直接走进患者家庭康复场景，特别针对帕金森病与脑卒中患者的贝塔节律损伤，为非药物居家神经康复开辟了切实新路径。行为驱动系统避开了脑电微影与延迟，运动轨迹触发实现了毫秒级神经调控。精准定时的短促贝塔刺激增强了运动后同步，它未破坏运动期的去同步或基线状态。贝塔 ERS 是运动记忆改善的直接原因。神经节律微调提升了慢速保持率，该效应在无视觉盲测中得到物理验证。这一范式为非药物康复提供了新方向。本项研究已正式发表于《自然通讯》期刊上，论文标题概括了行为驱动闭环刺激的核心创新。所有核心数据与底层算法均提炼自该同行评审成果。研究采用开放获取形式，方便全球学术界复现与扩展。
图像素材受知识共享署名 4.0 协议保护。当前结论仅限于健康成年受试者的运动适应任务，未来需要在帕金森与脑卒中患者中开展临床验证。行为驱动策略能大幅降低闭环调控技术的使用门槛。这项工作为运动记忆巩固建立了直接因果证据链条。